东家胆子真大，敢到田里面挖地基修房子。挖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兄弟们，我是血娃娃。3天前，东家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们今天早上8点钟来给他挖地基。到了早上8点了，我们就准时开挖。今天早上有点冷，打霜了。这个泥巴我们每挖一斗就在冒烟。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，知道了一个自然规律，早上打霜，今天必定会出大太阳。现在虽然有点冷，一会儿就会热了。这不才干了1个多小时，这个太阳就出来了。今天这个地基包工头一开始让我拖着小挖机来挖。这个包工头以前给他干过活，他一直都知道我只有小挖机，不知道我已经换了一个大的挖机。然后我就问他这个地基大不大，他说有点大，挖荒有点多。我说居然多的话，那我们就拖着这个腰子头来吧。刚好我们这个腰子头挖机就在附近焊这个斗，把斗焊完了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把挖机拖过来挖这个地基了。这个地基说大不大，但是让我们这个小60挖机来挖的话，可能要挖好几天。但是这个腰子头挖机的话就快了很多了。当初我换腰子头的挖机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干这种活。这种活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要是让个小60挖的话，确实有点恼火，甚至有可能这个活就会搞掉，所以一狠心就换了一个腰子头的挖机。这个挖机买回来几个月，也是真正意义上挖的第一个地基。看到这里，老铁们是不是也认为东家的胆子真大，敢到田里面来修房子？其实一开始挖地基的时候，我就问了一下东家，这个田里面是不让挖地基的，就算你挖了，后面可能也会让你恢复原样。但是东家说不怕，我这个是有手续的。当时我就比较纳闷，像现在管得这么严，他怎么能把手续批下来呢？看到这里，肯定又有很多老铁认为东家有关系，或者是花了钱才把这个手续办下来的。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证实一下，这个东家确确实实是个农村人。东家是一个非工，也就是泥瓦工，经常遇见他在工地上干活，绝对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。那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东家这个地基是怎么批下来的呢？经过和东家沟通才知道，原来东家这个地基是1年前批下来的，当时管得还不是这么严。最主要的是这个田当时没有在红线区域以内，所以当时就把这个地基批下来了。由于这个地基批下来只有2年的时效，2年之后不修房子的话，这个地基就作废，需要重新再去批地基。东家可能也知道，去年这个地基批下来了，一旦过期了再去批的话，这个位置可能就批不下来了。眼看还有1-2个月就要过期了，然后东家在过期之前就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它修了，所以东家才有恃无恐的赶来挖这个地基。东家这个地基要比外面这个路矮了很多，就让我们把里面的这个泥巴这个石头打下来之后全部给它回填起来，把这个地基提高一些。我们把表面的泥巴清理了之后，就翻上破碎锤来打这个石头。这个石头我们才打几分钟，就发现这个油管在开始渗油了。其实这个管子之前就有一点渗油，前2天我们焊斗的时候就让师傅把这个管子拆下来给它焊了一下，没想到这才打了几分钟又开始漏油了。本身打算重新换一个管子过来的，但是一问才知道这个管子根本都买不到，需要定做。定做的话一个来回需要3-4天的时间，但是这里又等着干活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管子拆了之后重新去焊一下。这次就喊师傅好好的给我们焊了一下，由于没有这个黄漆，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黑漆给它喷了一下，希望这次焊好了之后不要再漏了。管子安好了之后，我们又来试了一下，这次应该是焊好了，没有漏油了。表面这一层石头打了之后，我们又换上挖斗，把这个石头给它挖出去。由于里面这个角落一次性打不到位，中途我们又换了一次破碎锤。当所有的石头打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把整个地基给它平整出来。平整好之后，我们还是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下。今天这个地基我们就平整完了，后面就等着他们工人放线挖基坑。在他们放线的时候，东家说前面这个角落还需要打一下石头，我们又把斗翻过来把这点石头给它打了。本身最开始我们清表皮的时候，这一块东家说不挖，当我们把右边挖了之后，这里凸出来一点就不好看了，所以就干脆让我们全部给它挖了。好在我们这个是快接，换一次斗也不是很麻烦。
当我们把这点石头打完了之后，他们工人这个线也放的差不多了，下一步我们就等着挖基坑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给大家分享一下挖这个基坑。这也是有史以来用挖机挖的最深的一个基坑，挖了5米多深都没有挖到牢底子，而且边挖边垮，整个东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东家胆子真大，敢在田里面来挖地基修房子。挖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兄弟们，我是小蛙蛙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个视频继续来干这个活。上个视频我们帮东家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之后，他们工人把线放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给他挖基坑。今天这个基坑是有史以来挖的最深的一个基坑，有接近5米多深。里面的这一排基坑还好，挖个2米左右就挖到石头了。最恼火的就是靠公路的这一个排列，这个排列的基坑啊，目前我们挖了4-5米都没有挖到牢底子。最让人头痛的就是我们现在挖的这个基坑，目前挖了4-5米都没有挖到牢底子，而且边挖还边在垮。就因为这个基坑啊，就导致后期我们陆陆续续的跑了3-4次。这个基坑的边上刚好有一个排水沟，这个沟里面呢又有水。当我们把基坑挖下去之后，这个水呀就从边上渗进来了，就把这个基坑吸垮了。这个沟里面的水不处理掉的话，这个基坑没法挖。我们前脚刚挖好，后脚就垮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水给它处理掉。这个沟这一段比较矮，然后啊这个水排不出去，我们就挖一些泥巴，把这个口子给它堵住，不让这个水啊再流过来。然后啊在前面也挖一点泥巴给它拍实，让前面的水也不要流下来，这样可能就会好点吧。这个基坑我们就先不挖了，等把这个水全部流进来之后再统一挖。然后我们就把后面这些比较好挖的先给它挖掉，后面这几个基坑就比较浅了，挖了几十公分就挖到石头了。这个地基总共有12个基坑，里面的这8个基坑都比较好挖，平均深度也就是1米左右。最恼火的呀就是外面的这一排基坑了，这外面的这一排基坑，每一个基坑基本上都要挖个4-5米深。我们把之前垮的这个基坑里面的泥巴水全部给它清理出来，挖到后面我们这个腰柱头的挖机大小臂都已经达到极限了，再往下挖都挖不了了。后面的这几个基坑虽然说也有4-5米深，但是呢没有水，后面的这几个基坑基本上都没有垮，挖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。12个基坑挖完了，我们就挖着破碎锤准备撤场，去下一个地方干点活。我们在这里干活，为什么要把这个背车停这么远呢？是因为周围一个大爷说他那里有一点柴，他盘不动，然后就提前跟我们打招呼，说让我们走的时候啊去给他挖一下。我们把这个活干完了，要走的时候就顺便过来把这个柴火给它挖一下。这个木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，反正我用挖斗挖了2下挖不断，然后我就用履带给它压着，然后再用挖斗给它挖一下，这样就把这个柴火啊给它挖烂了。柴火挖完了之后，上面还有个塑料壳，他说啊这个塑料壳他要盘回家去做菜板，就让我们把这个塑料壳上面的泥巴多给它掏掉，掏掉之后啊挖过去给它装上车。其实最开始这个大爷说啊，只是让我们把这个塑料壳挖下来，把这个泥巴给它掏掉就行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么大一个塑料壳你们怎么盘回家呢？反正我们挖机都过来了，你就找一个车子，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挖上车，这样不就更省事吗？然后大爷一想也是啊，这么大个塑料壳他要找几个人才能盘回家，然后啊就去找了一个3轮车，但是找的这个3轮车呀有点小，我们在放的时候啊生怕把这个3轮车压翻了。我们把挖机拖出去，活还没干完，就接到东家的电话，说这个基坑啊又塌了，需要我们过来清理一下。然后这前面还要增加2个柱子，需要我们再来挖2个基坑。我们把外面的活干完了，才把挖机拖过来。在把挖机拖过来的路上，还有100米就到目的地了，没想到这个胎突然就炸掉了。今天呢又损失1000多块钱，这一趟算是又白干了。不管白不白干，这个活还是要干的。我们把挖机开过来，把这个水给它挖掉，然后啊把底子给它清理出来。这个底我们还没有清理完，这个边上啊眼看着又要塌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有挖机在手，我还不信这一点事还能难到我，它塌多少我就给它清理多少。
我们把底子大概清干净，边上啊目前还没有塌，然后啊就喊他们工人把我斗给它打整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就用挖机来搬混凝土，把这个垫层给它倒了。这个基坑现在我们清理了，说不准后面又要塌，我们就用挖机2-3下把这个混凝土搬好，搬好了之后啊把这个垫层给它倒好，只要垫层倒好了，后面塌一点呢就不怕了。我们这个混凝土刚挖下去，我就赶快把这个底子给它铺平，铺平了，喊他们工人甩了几个板子下去。因为前方这个位置又开口了，喊他们铺一点板子在表面，到时候塌了呀好清理。前面中间的这2个柱子啊就稍微好一点了，基本上没怎么垮。我们把这个基坑挖好了之后，顺便把这个垫层呢也给它打了。在打边上这个垫层的时候，我们把混凝土甩下去之后，本身打算呢用斗给它拍一拍，今天这个活就结束了。没想到我们斗刚拿起来，这个泥巴就塌下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混凝土都倒下去了，也只有让它慢慢凝固，最后啊人工再来清理这个泥巴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把路口的这个位置给它收一收，平一平，今天这个活就算结束了。感谢兄弟们观看，下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回填地基。东家也是赶时间了，才搭好2天的圈梁，就让我们来给他回填地基。东家不光胆子大，而且还赶时间，才搭好2天的圈梁，就让我们来回填。挖机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兄弟们，我是血蛙味。今天我们接着上2个视频，继续来干这个活。上个视频我们挖这个基坑啊，真的是跑了好几趟，而且啊边挖边垮，搞了老半天了，总算是把这个柱子搭好了。现在呢就需要我们来回填，回填了之后他们好倒地圈梁。我们在回填这个柱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小心。这个柱子才搭好2-3天，这个柱子的高度啊有个4-5米高，所以我们在回填的时候啊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回填，要左2斗右2斗，前2斗后2斗，就是围个圈，慢慢的给它填起来，这样围着回填起来，这个柱子啊才不会跑位。我们把前面这几个大坑填了之后啊，就把挖机往里面开，从里面呢填出来。前方挨到邻居房子边上，这里让我们把多的泥巴给它掏起来，到时候啊东家要在这里砌个挡土墙。地基里面2个柱子之间的位置我们给它掏平，掏平了啊它们好支磨。多的泥巴我们就给它堆到房间里面，到时候圈梁搭好了再回填。公路边上的这个排水沟，东家让我们把前面这个面给它削成斜面，里面呢到时候去一点砖，上面呢盖水泥板。边上这个角落让我们给它挖一个化粪池，我们就把多的泥巴挖到这个污迹里面去。这个污迹里面到时候圈梁搭好了，还需要很多泥巴回填，现在呀我们就可以挖一些泥巴堆到这个污迹里面。上2个视频一出来，有很多老铁说我不应该拍视频，会给东家找麻烦。首先东家这个地基是有合法手续的，其二了，这个田真的是没有在红线区域内。退一万步说，如果这个田在红线区域内，不光东家这个房子修不成，就包括当初给他批地基的这个人呢也跑不掉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我们再退一万步，如果东家这个房子还没修起来之前呢就被叫停了，总比后面东家房子修好了又让他拆了强吧。东家在这里修这么大一栋房子，就算我不发视频，难道说这么大一栋房子在这里他们有关部门不知道吗？再加上这个卫星地图每天都在拍，所以啊大家不用操这个心了。如果这个地方真的不让修房子，我们第1天开工的时候就会被人叫停了。这个活我们是12月28号开的工，到现在接近1个月时间了。如果这里真的不让修房子的话，早就喊停了，难道还要等我的视频出了才停吗？时间来到了3天后，东家把这个圈梁搭好了，今天喊我们来回填地基，然后顺便把这个涵管给它安装上。本身最开始东家的打算这个沟倒水泥板的，最后一算呢，这个倒水泥板的造价有点大，最后决定还是拉一些涵管过来安装上，这样要方便一点。之前东家让我们挖这个沟的时候啊，我就给他建议过安装涵管，他当时啊一口决定了还是倒水泥板，说这个涵管容易堵。前面那个邻居家这个沟也是安的涵管，但是他安的那个涵管是40的直径，东家安装的这个涵管是80的直径，要比邻居家的这个涵管大了很多，这样啊就不容易堵了。涵管安装好了之后，东家让我们把挖机开到污迹里面去，把这个地基啊回填了。东家这个圈梁才搭好2天，就打算让我们来给它回填了。
回填好了之后，他们好砌砖。但是老铁们，你们看这个圈梁很明显就是没有受焊，如果我们挖机进去的话，就很容易给它压坏。所以就跟东家说，这个圈梁今天我们就不回填了，我们就把挖机停到这里，等2天之后啊，我们再来给它回填。东家的打算是在年前要把这个房子啊修一层起来，所以啊就特别的急，但是再急也不能急这1-2天。这里我就硬生生的又给东家停了2天，2天之后我们再来回填这个地圈梁。在回填这个圈梁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梁上面呢挖一些泥巴垫着，然后啊挖机再开进去，这样啊就不容易把这个圈梁给它压坏。东家这个房子总共有3间，我们从中间这一个房间进去，可以把左边和右边呢中间同时一次性给它回填了。这样啊，我们挖机一进一出，最多在这个梁上啊压2次，这样也减少把圈梁压坏的风险。这个腰字头的挖机回填圈梁确实比60小挖机回填起来啊快了很多。这个地基感觉没回填好一会儿就给它回填完了。圈梁回填好了之后，我们又要去挖些泥巴过来，把之前挖的那个沟给它回填了。东家让我们把挖机往前面开，这个沟之前是我们挖起来的，然后让我们把这些多的泥巴给它转过去，把转过来的这个泥巴想把这个沟给它填起来。因为填好了之后啊，后期不管是他们干活还是拉材料啊，就要方便很多。我们回填的这个沟后期可能会下沉，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。东家这个房子肯定是后期把所有东西全部弄完了之后啊，最后再拼这个场地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基本上是1年或者是半年以后了，该沉淀的也沉淀的差不多了，到时候再来硬化。现在我们大概的给它平一平，拍一拍就行了。前方这个位置我们斜着给它修一条路，后期他们用手推车推材料进去啊要方便一些。好了兄弟们，这个地基我们从头到尾全部都分享完了，感谢兄弟们的观看。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，蛇年大吉，我们明年再见。